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虽然 iPhone 手机经常被用户唱衰，但是从实力上来说，尤其是流畅度和稳定性，确实很难被超越。不过 iPhone 15系列的失败还是让苹果手机遇到了巨大的冲击，导致苹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降价来提升销量。当然，大规模降价的另一个意图也是在给 iPhone 16让路。当然，想进一步提升竞争价值，光靠降价肯定是不够的，库克必须要拿出诚意才可以。近日，据外媒 MacRumors 汇总各方爆料与分析， iPhone 16 Pro Max 有望在5个方面实现更大的升级。据悉 iPhone 16 Pro Max 的屏幕尺寸将增加到 6.9 英寸，这将使其成为苹果有史以来最大的 iPhone。 虽然厚度保持不变，但由于尺寸的增加，重量可能会略有增加。除了更大的物理尺寸，苹果还将使用最新研发的 BRS 技术。BRS 技术允许屏幕底层电路更紧凑和更高效的布局，从而在不影响屏幕性能或设备整体外形的前提下，将边框缩减到极致。简单来说，有了这一技术的应用，使得 iPhone 16 Pro Max 的边框宽度成功缩窄至 1.5 毫米以内，成为苹果边框最窄的旗舰手机。作为对比， iPhone 15 Pro 的边框宽度为 1.5 毫米，而 iPhone 14 Pro 的边框宽度则达到了 2.2 毫米，可见提升幅度有多么大。除了屏幕之外，影像能力也是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iPhone 16 Pro Max 的主摄像头预计将采用定制的4800万像素 Sony IMX903 传感器，拥有更大的尺寸和更先进的对战式设计，以及14位魔术转换器提供高质量图像、数据转换和数字增益控制，提升动态范围和降噪效果。此外，超广角镜头也将升级到4800万像素，相比 iPhone 15 Pro Max 的1200万像素有了巨大提升。续航方面， iPhone 16 Pro Max 的电池容量也是非常清晰，会从 iPhone 15 Pro Max 的4441毫安时提升到4676毫安时，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电池容量最大的 iPhone。 另据分析师郭明基称，苹果将使用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电芯，这意味着即使电池尺寸不变， iPhone 16 Pro Max 也能获得更长的续航时间。有传言称，今年的 iPhone 16 Pro Max 的电池续航时间将超过30小时。一则来自韩国的消息称，即将推出的 iPhone 16 Pro 系列将提供高达 2TB 的存储选项，与 iPad Pro 持平，这可能得益于苹果计划转向使用更高密度的 QLC NAND 闪存。对于喜欢拍照、摄影的用户来说，更大的存储空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以上就是 MacRumors 汇总的 iPhone 16 Pro Max 5个更大的升级，而为这5个更大撑腰的，则是更大的核心。目前 iPhone 16 Pro Max 的核心参数已经非常的清晰，将会搭载 A18 Pro 处理器，继续采用3纳米工艺进行加持。而今年除了常规性能外，决定 iPhone 16能否突破瓶颈，还取决于 A18 芯片的 AI 实力。随着 iOS 18系统的推出，苹果将在 Siri、快捷指令、消息等功能中加入新的生成式 AI 能力，这些全新的 AI 体验都需要强大的本地 AI 算力作为支撑。A18 芯片的 AI 能力增强正好与之呼应，搭载 A18 芯片的 iPhone 16系列将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出色 AI 体验。为了提升 AI 能力， A18 芯片尤其是 A18 Pro 版本的芯片面积也随之增大。芯片面积的扩大固然可以容纳更多的晶体管和 AI 专用组件，但也将带来一些新的挑战。A18 芯片面积增大带来的一大挑战是散热问题。由于晶体管数量的大幅增加， A18 芯片尤其是 A18 Pro 版本的发热量也随之大幅攀升。据了解， A18 Pro 芯片的热流密度已经超过120瓦每平方厘米，这对于传统的风冷散热系统来说简直是噩梦。苹果公司一向重视散热技术的发展， iPhone 产品线的散热设计也日益复杂。以往 iPhone 采用的是主动式风冷散热，通过机身内置的热管和石墨烯等高导热材料，将芯片产生的热量传导到机身外壳，再借助外壳的大面积进行自然散热。这种方式对于中低功耗芯片来说是够用的，但对 A18 Pro 这样的高功耗芯片显然已经力有未逮。有业内人士指出，
A18 Pro 芯片的发热量已经接近苹果 M1 Pro 芯片的水平，后者采用的是主动式风冷加液冷的混合散热方案。未来 iPhone 或许也需要借鉴这一做法，在机身内部加入微型液冷系统，以满足 A18 Pro 的散热需求。由于 iPhone 的机身空间有限，要在其中集成液冷系统并非易事。苹果公司需要在散热系统的体积、重量、成本等多方面进行权衡，以确保产品的便携性和经济性。据悉，苹果已经在研究一种新型的微型化液冷系统，通过特殊的流道设计和新型冷却液，大幅缩小了系统的体积和重量，有望为 A18 Pro 及未来更高功耗的芯片提供高效散热。除了硬件层面的创新，软件算法的优化也是提升散热效率的重要手段。苹果一向擅长通过系统级的功耗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硬件性能。有消息指出， iOS 18将引入新的 AI 加速功能，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动态调节芯片的功耗水平，在满足性能需求的夜尽可能降低发热量。苹果也在积极开发新型的散热界面材料，以进一步优化芯片与散热系统之间的热传导效率。A18 芯片的高功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散热挑战，但苹果公司通过多管齐下的努力，有望为 iPhone 16系列提供出色的散热解决方案。除了散热之外， A18 芯片的大尺寸化还将导致 iPhone 16系列其他配置和使用体验发生变化。首先， A18 Pro 芯片面积的增大，意味着主板面积也需要相应扩大，以容纳更大的芯片，这可能会导致 iPhone 16 Pro 机身的厚度和重量都有所增加。据了解，苹果已经在新一代机身设计中做出了调整，通过优化结构和采用新型轻质材料，尽可能缩小了尺寸和重量的增幅。其次， A18 芯片的高功耗特性对电池的航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满足用户对待机时间的期望， iPhone 16系列可能会配备更大容量的电池组。iPhone 16系列也将支持更快的充电技术。有消息指出，苹果正在研发一种新型快充方案，最高可支持40瓦的充电功率，比目前的20瓦快充技术提升了1倍。这不仅能够缩短充电时间，也有利于发挥出大容量电池的优势。A18 芯片强大的 AI 能力还将为 iPhone 16系列带来前所未有的智能拍摄体验。新一代相机系统将支持实时人像分割、景深模糊调节、动态景物识别等多种 AI 拍摄模式，让用户的照片和视频质量更上一层楼。在影像处理方面， A18 芯片的强大算力也将为 iPhone 16系列带来全新的视频编辑体验。用户不仅可以在手机端完成剪辑、特效合成等高级操作，还能借助 AI 技术实现自动化的智能剪辑。除了影像处理， A18 芯片的 AI 能力也将在语音助手、AR、VR 应用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用户带来更智能、更沉浸式的体验。总的来说， iPhone 16 Pro Max 更大的尺寸、更完美的屏幕、更强大的相机、更持久的续航，以及更充裕的存储空间，背后还有更大的 A18 芯片撑腰，那么竞争力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觉得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短板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